看到于爱对自己的家当如数家珍，才明白他究竟有多聪明。这天，爱姐突然发现胎妃不见了，不信邪的她一圈又一圈的寻找，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，急得孩子就差开口说人话了。发现胎妃是被工作人员拆走的，悲痛欲绝的爱姐抱着树仰天长啸。天杀的，快把我的胎妃还回来！要知道于爱为了保住那点家当，会把能带走的都打包拿回家。当他和哥哥吃完筐子里的笋笋后，巡视场地溜溜时就能下班了。而爱姐坚持将装笋的筐打包带回去，生怕一不留神吃饭的家伙食没了。然而爱姐千防万防，人心难防，谁能想到固定住的胎妃也能丢呢？搞得她现在都得提心吊胆的巡视场地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家当莫名消失了。不得不说，爱姐真是个数学天才，自己的每个家当都如数家珍。要是参加奥数赛，肯定能拔得头筹。都知道外公给兄妹俩分好笋时，保证每只小熊得到的数量差不多，但可总觉得妹妹手里的更好吃，也不管她愿不愿意，直接上手抢。爱姐也不着急，能拿回来就拿回来，拿不回来就从哥哥那堆里抽出一根，反正半根换整根怎么都不会亏。不得不说，于爱就是熊猫界最机灵的小熊吧。还有次兄妹俩坐在池子里吃饭，可一把就夺走了爱姐手里的笋，结果爱反手就掏出一个更大的，边吃还边摇头晃脑的炫耀。不过就算我们二馆长再机灵，也会被土匪可气到跳脚。这天可爱兄妹一块出门吃早餐，地上有2块苹果和2块胡萝卜。算术能力极强的爱默默盘算着，每熊1块苹果和1块胡萝卜。没曾想爱姐刚吃完小苹果，可就一把将剩下的全部拿走了，手里抓着苹果，嘴里还嚼着胡萝卜。爱姐瞬间急了，这是我搭，快吐出来！由于爱完全抢不过土匪哥哥，扭打半天只抢到一小口苹果。最后可都走了，爱姐还在生胖气，看这背影就知道孩子有多委屈。而于爱不仅是识数的小熊精，还是暖心善良的乖宝宝。当于可脚受伤没有一起吃饭时，他会主动把最后一根笋拿给对方。看到妈妈差点要从木架上摔下来，正在玩耍的于爱立马扑上去扶住她，并且爱姐还会把好吃的分享给外公，真的是又聪明又懂事的天使小熊。希望可爱要永远开心快乐哦。张卡绝对是熊猫界最惨的小熊，老老实实做熊，竟成了黑恶势力。据说这些部门全部都是姓张的人在管理，什么张卡呀，什么张响啊，什么张念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家族产业啊！眼前这只夜弹琵琶的小熊就是张卡，也是某坟口中的黑恶势力张家掌门人。凭借自己的美色，在熊猫中心只手遮天，整天不务正业，带着孩子们为非作歹。不仅如此，张卡还利用职务之便，把女儿张想、张梦安排进野配队伍，去野外扩张张家势力，圈占土地。就算在镜头前，也毫不收敛嚣张气焰。而张卡为了全方面拓展黑恶势力，特地让二女儿张念改名为苏珊，让其带领孩子张小鲁、张小将称霸避风峡，只为给避风峡留下漫山遍野的车座子。甚至就连神树坪也被张家势力渗透。张金山和他的孩子就居住在此地，假以时日必将拳打福宝脚踢小奇迹，联手其他基地的兄弟姐妹称霸熊猫界。张氏家族如此胆大妄为，罔顾法律，也难怪会直接被投诉到四川市政府。就是不知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笑喷了没。而受害熊张卡可能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一生都在为熊猫繁育事业做贡献，好不容易退休，还没跳几年老年 disco 就被打成黑恶势力，差点蹲局子。对此张卡很想说，我这一生如履薄冰。而同样被逮着薅羊毛的还有银科，因为每天能在网上死800遍，江湖人称他为嘎子哥。别的小熊贴玻璃跟游客互动，会被夸好可爱好通人性，而银科趴玻璃就是饿得想吃人。就是说谁家熊饿得还剩200多斤，别的熊猫躺在地上主打慵懒，而银科躺着超3分钟就被传饿嘎了，逼得园方直接放出他吃宵夜的视频。看这小子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不停吃，就知道银科这小日子过得有多滋润，因为每天都有屁不完的咬。林动干脆在银科过15岁生日时，举办了第3届社会监督员聘任仪式，邀请数十位社会人士进行监督。其实除了银科被叫嘎子哥外，相邻忙碌碌好几年得到的独苗钢镚儿也被叫做二嘎子。因为钢镚儿是避风峡接待办主任，曾接待过香香和范星，所以他要跟对方一起隔离检疫，然后在某坟口中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。只能说你永远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。这只大熊猫不小心掉进湍急的河流里，被冲到大坝后拼命抓住护栏往上爬。工作人员从监控中看到这惊险的一幕后，便立即上报给了当地森林公安局。森林公安局也立刻通知保护站工作人员，随后成立了救援小组，对熊猫展开救助。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熊猫应该是在上游过河的时候，由于当时河流流速过快，不慎被水冲跑。出于本能，他紧紧抓住唯一能攀爬的水坝护栏，虽然中途几次滑落，但好在有惊无险地爬了上去。然而这座护栏却并不直接通往岸边，熊猫焦急地来回张望，试图寻找其他出路，可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湍急河流。
上面是光滑无处攀爬的水坝墙壁，熊猫根本无法凭借自身力量成功上岸。最后放弃挣扎的它只好乖乖坐在护栏上，委屈巴巴地跟上方的救援人员求助。救援人员火速制定好救援方案后，二话不说就先给熊猫背上来了2针，以防它情绪激动误伤工作人员。等到麻醉针开始发挥作用后，几位救援人员赶忙从爬梯上下来。由于空间太过狭小，不方便施救，有的人员不顾危险，直接踩着细细的扶梯。这一幕真的让人既担忧又敬佩。随后几人将绳索套在熊猫身上，确认无误后，才让守在岸上的救援人员拉动绳索。就这样合力将倒霉的小家伙救上了岸。兽医也趁熊猫还没醒，给他进行了体检，一边检查一边忍不住夸小家伙太漂亮了。这只野生大熊猫大概4岁左右，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身体非常健康，因为她已经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救援人员决定将其就地放生。等到小家伙从麻醉中醒来后，看到周围围着的工作人员，没有害怕，而是感激地看了一眼众人后，才转身慢慢走入属于他的山林中。相信在人类的默默守护下，熊猫种族终有一天将不再以为，而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蓝天白云下。全国人民关心的范星终于出外场了。近日，中新官宣范星展出的好消息，小公主已搬家到避风峡基地海龟园，还拥有了一座草木茂盛的大山头，漫步在草地中时显得分外优雅。至于为何范星回国7个月才展出，是因为她自出生后从未离开过妈妈，回国前几天都还和武文生活在一起，突然换了环境还要独自一雄生活，难免性格比较警惕，适应稍慢些。至于有传闻称范星疑似被虐待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中新特地发文表示，熊猫非展区并不等同于废弃繁殖场，而范星先前居住的地方甚至还有个小外场可以活动，并且饲养员也有用心照顾它。为了让范星接纳周边事物，平日投喂时绝不会过多打扰它，而是贴心的将食物放在内圈，让小公主自由选择喜欢的美味，并且在饲养员日复一日的暖心照顾下，如今的范星精神抖擞，脸蛋肉嘟嘟的，不仅脖子胖没了，甚至还有了水桶腰。看到这，谁还敢质疑我们国内的饲养员？要知道，香香公主可是比范星还社恐，适应了整整8个月才开始展出，甚至刚回国那段时间还绝食抗议。而赵奶妈为了哄好闹脾气的香香，边挨骂边给她递各种类型的竹子笋笋，估计香香都迷糊了，怎么越骂东西越好吃。在赵奶妈坚持不懈的美食贿赂下，胆小社恐的香香终于接纳了她，一声吆喝，她就会乖乖坐过来接受投喂，甚至还转过身让奶妈帮自己按摩。而跟游客见面后，香香更是化身社牛，不仅直接来到窗边开粉丝见面会，打喷嚏时鼻涕都甩到熊皮大衣上了，真怕她不小心给自己拉个双眼皮。听到异响时，香香还会打包食物跑路，就连北洞熊猫避之不及的窝头也塞进了嘴里。就是说一时竟不知该夸香香珍惜粮食，还是嘴筒子长也有长的好处，特能装。如今香香开启了挖煤副业，每天致力于把自己造成棕熊，就是说日本网友看到后会哭的吧。而同样是海龟的熊猫贝贝，甚至玩得比大埋汰家羊还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狗熊混进了熊猫圈，估计就连亲妈美香都认不出它了。哪怕饲养员追在屁股后给贝贝洗澡，熊孩子也早已被红泥巴腌入色了。黑白熊猫直接爆改红黑限定款。不知如今拥有一整座大山头的范星，多久会和香香贝贝一样变成埋汰熊呢？